终于入境了，频道首秀。华山1914文创园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台湾这么多次啊，还没有好好的逛过台湾的文创园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华山文创园区，未来市。这边有东台湾最好吃的、最鲜的手做冰棒。我找到了我的人生衣服，好困好饱，小店都好可爱呀。手袋、手包、帆布包，哎呀！这个好酷啊！这个是那个猛犸象啊、猫啊、长颈鹿的解剖版本。小日子，原先是个咖啡厅，然后还有小吃。好逛啊 ！Heaven Sake， 清酒的发布会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整个一面建筑上面都是爬墙植物，哎。这里是一个餐厅，然后还有喝的，所以它这整个文创园区有点像北京的798，就是艺术啊、办展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小店啊是可以逛的。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逛798。所以这里面这个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剧院、有展厅、有影展。我看到了悲情城市。我们上次在9份的时候，不是看到悲情城市，我还问大家什么是悲情城市。树，它是在房顶上面的，下面没有，下面完全没有根啊什么的。
哪，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，植物。啊，多肉，各种各样的鲜肉啊！天哪，它好萌啊！高沙丸。啊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！好喜欢呀！天哪，我每一个都想要。这里真的太好逛了。啊，这个植物好漂亮啊！你看它这个纹路，叶子上的纹路。啊，还有这个紫色。啊，每个植物都好喜欢啊！这边应该是可以在这儿手工做，自己做啊。咱们家那么多酒塞儿，可以做成这个哟。你看，咱们家那么多酒塞儿，我都给它做成空气凤梨的这个。太好逛了，每一家店都超级好逛，看啥都想买。你看这纸做的小恐龙，啄木鸟按摩器，敲后背的，这有没有痒痒挠啊？富贵儿自己给自己默默买了个钥匙扣，为啥呢？因为他看好了上面这几个铁丝儿，为啥呢？因为我把他的一件外套的拉锁的那个握手弄断了，他现在那个拉锁没法拉上来，所以他自己要 DIY 一个拉锁。户外用品的品牌，买一个帆布包，激动的嘴巴都瓢了。他们是原住民，所以东西都是做刺绣。哦，他说这4个动物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理念，像这个穿山甲是秀腹肌，这个猴子是不听不看不说。这个时候把我们的，它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哦。即使是别人眼中平凡的滑翔，也要做自己心中满分的飞行员。拥有一处不被侵扰的地方，用最自在的样子过日子。老板是布农族的，然后阿美族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排湾族，哇，好棒哦！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师，然后其中一个技法是用刺绣，以前都是手绣，现在是请机器帮忙，对，然后我们一整个月没办法绣满整间店。明白。我们包含钥匙圈、帽子什么也是用刺绣。哦，哎呀，天哪，好酷啊！我好幸运进来能听这个故事。开始接触到新的文化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文化比较劣等，所以他们举起斧头去破坏自己的文物。那其实这段历史其实蛮悲痛，就他们有损失一些文物，但其实后来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东西很珍贵，值得被保存。是，所以它其实这个系列也是6个故事。它下面这个中间的这个图案叫抢人时刻，中间这个小朋友其实画的是原住民小朋友，他们希望小朋友留在部落学习打猎跟务农。那右边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书本，其实是台湾的政府，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去学校学习国地理的知识。那其实中间原住民也想要政府。明白了。他们有自己的传统技能是需要被传承的。对，那小朋友，对小朋友在中间很为难，又要传承，就是他们族裔的一些文化、一些传统的技艺，然后还要去跟上时代，跟上。哎呀，太可爱了。现在很辛苦，因为他们要学中文、英文，然后还要学自己的族语。对，族语真的是，他的族语很难学。像猴子这个是躺着比耶，躺着比耶。对，然后上面的这个山猪好可爱。山猪啊，其实他们以前山里食物很少，所以他们会去打猎，所以他们的猎人啊会带枪跟刀。哦，那就是去打山猪跟飞鼠来吃。另外这个是芋头杀手，就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，有时候其实土地不太好种出别的食物，芋头是他们最好种的食物。
哦，所以他们都会去猎芋头来吃。那他们其实不同的部落之间也会抢土地跟水源，所以他们也会打仗，所以打仗会猎人家人头。所以下面现在画的是芋头，那也有可能有人头，这是人头对，这是芋头跟人哦。头。那下雨天是没有在使用雨伞的，所以他们就用叶子，是一种很大的叶叫果芋，对。好可除了打猎爱。取得食物，他们会务农。他们务农的时候很喜欢叼着那个烟草，这不简单。太可爱了。设计师小时候很顽皮，他的奶奶就会拉着他叫他回家，就全身都在抗拒回家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旁边看到的是他们一些祭祀的谷物跟考古。然后之前有那个外来的学者说要把他们借去研究，结果借去研究之后就没有归还。这个图案叫做借雨霞，其实也是那时候历史上就是有很多东西都被借走。对，只有他们自己就是掠夺走了。对，就是被掠夺走，然后有一些放在他们自己学者的博物馆，就被还给他们，有点坏，挺坏了。对啊。我喜欢吃山猪肉，所以我要买个山猪的帽子，然后再买一个包包。所以你喜欢就可以。谢谢。这个包包的主题叫“做个文明人”，我喜欢，就是大家共勉，不只有，对呀、对，就全世界都要共勉的这个主题。好，这个理念完美，太开心了。Inagata， 英文就是 Let's go， 走吧，我们布农族的语言 Inagata。学了个新的语言，谢谢小姐姐。喜欢我的故事，听得很认真，让我很感动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喜欢，好喜欢这个小姐姐，超级可爱。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这包很漂亮啊，什么。但是听到这些故事，那些原住民的故事，他们的设计理念，就觉得好感动，真的。然后每一家店一定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有他们自己的理念。这里真的好好逛，超好逛。小首饰，这是一家店，有好多品牌。然后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这一个品牌，为什么呢？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。你看这个龙，我心心念念这个龙，它就盯着我，我要带走一个回家。我为什么知道这家店？因为我们上次在名胜世界1号什么首航仪式吃饭的时候，就遇到了他们家的老板娘和老板，就在我们旁边吃饭，就被分到了一个桌子上，然后就聊起来，因为他们有产品，有这种纸折的产品。放到名胜世界1号那个店里卖，它每一个这个拼图啊，它是有点像立体拼图，都是那个大哥自己设计的，成品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上次那个姐姐跟我说他们有龙，然后我就看，她就给我发了个照片，我就对那个龙心心念念，我今天必须要抱一个回家。而且据说就这个图案啊，只要您能想到想要什么样的图案，想要什么样的形象，大哥都能给设计出来。还有孙悟空。它可以当这种墙上的挂件，然后也可以当摆件，然后还可以当头套，是可以套在头上的。这种立体的设计都要提前在电脑上设计好了，然后把它打印出来，做成这种可以拼成立体图案的立体摆件的艺术品。这是我们台湾媳妇，姐姐，这是我们的设计师，超厉害的。太帅，我太喜欢了啊！太帅了，我要！而且它这个就一个本子，就很薄，太适合送礼物了。这个哈士奇好酷啊！请您设计一个法斗吧，我们家有那个法斗。哦，那边有，好可爱！我也要买一个那个，好可爱。法斗太可爱了！哎呦，还有2只的，有大的有小的。什么？我富贵好像很喜欢这个哎，太好笑了。很多上班族喜欢买这个，对，比较疗愈。我觉得大人都很喜欢这种哎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也好可爱，每个都好可爱。眼睛很香。对对对。家庭式的这个玩的东西，就是小孩子啊，他差不多到10岁以后，他才有空间概念。哦，是这样哦。那有了空间概念，他才会粘贴。可是，在9岁之前，就是需要爸爸妈妈帮忙做。明白了。可是剪裁这些东西的话，是小孩子自己先做。做完之后，父母亲告诉小孩子说：“你做完了，
你再来跟我讲，然后我再帮你。对，就是让小孩子先知道一个他该负责的部分。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就是说，他后面年纪之后他找爸爸妈妈，他就觉得有个靠山。哦，这个想法对。靠山说他以后他可能成年之后，他家里遇到任何问题，他都想要回到家里面，因为知道爸爸妈妈在家里。父母亲可以帮他解决。我们亚洲文化就是说，需要小孩子独立，赶快推出去。对。然后他有什么问题，他在外面解决就好。所以我们常有个成语说，回到家报喜不报忧。对，亚洲小孩都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。OK， 所以会有一些问题产生，就是说他在外面他自己解决，所以他就叛逆。他叛逆期的时候，他不听家里的话，他就跟家里去争执或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助，就是做一个柔化，可以做引导。你在外面找不到解决问题，你也可以回来啊。哇，这个想法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他能就是深入到教育的这个层面，他能就是通过这个纸雕，能建立父母和孩子的潜移默化的一个bond。所以您这些纸雕模型，就只要我想到什么形象，您都能根据这个形象来做出来。他是先做了3D，然后再把它展开。这个690，这个490，然后还有那个龙呢？龙的是大的话是1190，他还是希望说学生来起来不要有压力的。蓝精灵和壮壮要有自己专属的纸雕了哟，好可爱。所以我也可以其实用在拼之前拿笔，就是马克笔去涂，是不是？做好之后，等一下我跟你说，它有一种有人真的喷出来的。看这个，它喷成了奶牛，对，奶牛色。哇，那我可以把白色的喷成灰色的，喷成蓝精灵。所以这个本身是白色的。对啊，它做的是白色的，然后白色的，然后再喷的。台湾黑熊，然后还有带鱼。做得出来吗？做得出来，我从小就爱做这个手工的，老板娘送给我的啊，我有4个，哇，好期待！我们那么多人，就我们坐在了一桌，然后就认识了，然后她还是大陆的姐姐，嫁来台湾的，超开心，超级开心。它里面都有数字，就是你可以贴的那个做手工，哪个贴哪个的数字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虎。眼睛真的是可灵光，是不是？好看吗？好厉害！这个是万圣节带出去吧？万圣节可以带出去。对，这就是太适合这个主题了。我人在里面说话共鸣好强啊！迷你兔的只需要1张纸就能做出来，这么多东西才这么薄。你看，这个真的是很节省地方，就很适合带出国啊，或者是带给朋友，因为它拼完了是一个大的嘛。看一下他帅气的脸吧，刚才他非要戴着口罩。终于入境了，频道首秀。那您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做这个纸雕啊？就是游戏做到后面就做失败了，游戏做失败了，就接案子就接不到了，然后是有看到有人在做这纸模型，然后对我们来讲，好像做纸模型这个3D 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因为本身就学这个做这个的，本身就是做动画的。目前年龄就想要做一些可以影响下一代，可以让下一代有所收获啊，就是总要在工作上去传输一些理念出来，让大家可以获得一些好的正向。
东西，因为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太大，大家喜欢看 YouTube， 喜欢看哔哩哔哩，或者喜欢看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抒发压力，对吧？今天下班回来，可能被老板骂了，然后被同事嫌了，你又不能说讲什么去发泄，然后回到家又看到这么可爱的妻子跟小孩，你又不舍得发泄，这时候就是困在里面。对。然后这个工作你还是要保下来，情况之下，那压力就慢慢累积越来越多，所以需要抒发，需要出口。刚好我们做这次模型很疗愈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先前有讲，它可以教育小孩子。我们会是教育我们的父母，做父母对，跟小孩子的一个关系，要有一个耐心。那以后沟通上面就会比较好沟通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社会这么快，尤其是什么快餐文化呀这么快，我觉得能有这么一件事情，让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，还是像我喜欢做手工的人，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这件事情。而且你这个成品就在这里，就很漂亮，你摆着也很漂亮，你不会觉得说啊我做完了就做完了，就很有成就感。这个在台湾只有一家吧？目前来讲只有一家，目前来讲就您做这个，对。哦，台湾唯一哦，全台唯一哦。这个欧洲也在做，欧洲的一家。对，他很早就像德国的也在做这个。台湾之光。台湾之光啊，我们3版。文创这一块，其实在现今的社会来讲，它可需要可不需要，可能在生活当中它不是食衣住行。文创它是需要一个文化，然后它做一个创新，再把这个文化带出来的写出来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它可以给人带来什么东西。文创的东西所得到的利润可能不如预期，当初他们在华山在做的时候是一直在亏钱的。是。那他们一直在扶持一些文创，可以让他们可以成长，让我们这些做文创可以成长起来，然后让大家知道。政府会扶持吗？这一块地是政府的，然后包给民间，然后由民间来做，其实就算是政府扶持，当然扶不扶持内部我不太清楚，对吧？可是他至少有这个举动，对，因为他要做什么，当然政府会帮忙，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做起来之后，才慢慢有在台湾才慢慢有什么叫做文创，这一块东西，大家才会认知什么叫做文创。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特别对，就是有些东西，这文创的东西，你打眼看上去，你会觉得很新奇，但是其实时间久了，这个东西你有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是必要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很容易就被淘汰，或者是就是不被看到，甚至不被发展。一个社会它在进步，它在做什么，它需要创造。比如说我们的衣服啊，我们的食物啊，它是经过创造，有新的菜色，有新的款式或什么，对，然后成为商机。可是文创来讲的话，它就是一小部分，所以很难在其他国家去做一个生存。我觉得像有一些品牌理念啊，或者就像这个文创的一些理念，设计师的理念，像您刚才说的，就是您的初衷，还有这个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要让大家去知道的。大家听了故事，听了想法，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有意义的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表面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包包啊，或者是一个纸雕啊。像我刚才买原住民的设计的包包。其实我没有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上面一个图案，一个帆布包。然后但是那个小姐姐有跟我讲，就像您刚才跟我讲您的理念一样，就这每个包的图案有什么意义，对这个设计师有什么，他是怎么想法怎么来的，我就会觉得好感动。你讲的没有错，我当初我怎么看待文创？我觉得这就是拿来赚钱的东西啊，说难听一点。可是我慢慢了解说，原来是你要去秉持你这个理念，非常小众，你愿意去听他设计师的理念。我相信10个里面有6个听就算很厉害了。对。那这种东西需不需要延续下去？需要。我们应该是说出其不意的需要。对。我今天可能忙着赚钱或什么，我不需要它。可是今天我可能静下来跟喝个酒或什么，聊个天，突然谈到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让我心情高兴了一下。对。它让我觉得我对这个文化又多了一个了解，多了一个原住民
多了一个子模型的一个理念，一个家庭的观念。我觉得您能把兴趣、把爱好、把专长，就是特长融入到这个工作里面，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。有兴趣的事业来讲，然后在这个平台跟不同的阶层去接触，对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。看三把这么腼腆啊，说话这么腼腆，人家是一喝高粱能喝2杯的人。人生就一次，然后我们可以创造多少东西，或是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学到多少事情，这个是全在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上面。那我不太想要去放弃，我想要当下每一个时刻都想要抓一下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许多产业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。那么，文创这个在人类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部分，真的会被 AI 取代吗？我想应该不会吧。虽然 AI 能够生成诗歌、音乐、画作，但那些真正有深度、有温度的小确幸，是只有有血有肉的人才能通过自身的情感、经历、感悟与积淀，触动我们心中那一波涟漪。